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晨间话题节目，我是李双，我是齐豫。一个政治犯爱情的毁灭。在海外油管上的中文频道，常常可以见到一位声音有些嘶哑，但却激情四溢、口若悬河的中年评论员。听过几次之后，记住了他的大名吴建民，也记住了他的频道建民论推墙。今天吴建民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但是让我真正对吴建民的节目引起注意，是他的第1000期节目。这期节目有一个令人震撼的题目：浪漫的毁灭，政治犯的爱情。节目的内容同样让人震撼。看过之后，我赶紧去查他的有关资料。这时候我才知道，吴建民是1989年南京高自联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6·4前夕曾经组织带领南京的大学生徒步去北京支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我才知道1990年他在南京组建了中国民主前线，并亲自担任主席。我才知道同年又被中共国家安全局南京市局逮捕，所谓的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刑10年。我才知道他在监狱里被警察暴打，也绝不认错，让他观看越狱又被抓回来的犯人被6条狼狗扑上来准备撕咬的恐怖场面，目的是威胁他，让他低头。这些经历我们今天按下不说，就讲讲吴建民的让人羡慕又让人扼腕叹息的爱情故事。2020年8月初，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夏日的凉风习习，吴建民坐在美国洛杉矶自家的院子里，讲述了他这段美丽浪漫而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香港有一位导演听过吴建民的这个故事之后很感兴趣，想把它拍成故事片，但是后来这个导演娶了一个大陆的太太，而且他们要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这位香港导演担心他的事业受到影响，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我记得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故事是有生命的，如果不能大声地讲出来，故事会死亡，会消失，会永远消失的。我想这就是吴建民在他的1000期节目中要大声讲出这个故事的原因。故事发生在1999年，就是吴建民从南京龙潭监狱出狱2年之后。当年出狱的时候，警方对他说，你不能居住在北京，也不能待在南京。后来吴建民得到做电脑生意的弟弟资助，到江苏无锡开了一家艺术广告的电脑打印公司。从美国进口的设备是当时这个行业中最先进的。吴建民天生就是一个拼命三郎，公司发展得很快，效益也好，很快就进入了无锡私营企业的前3甲。很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投到了他的门下。对吴建民的父母来说，事业干得风生水起自然好，让儿子早一点成家却是老人们最操心的事情。天随人愿，这个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孩出现了，她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能力强，做事细心踏实，深得吴建民信任和欣赏。只是他们的年龄差距稍微大了一点。吴建民上大学之前当过4年兵，大学刚刚毕业，又在监狱里待了7年。出狱的时候已经30多岁，而女孩还是20几岁的年轻人。工作上，吴建民可以大刀阔斧，可以勇往直前，但在个人问题上，他却沉稳内敛。但是在一起接触的时间长了，彼此都发现了对方的优点，发现了面前的这个他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他。工作上的默契，生活上的关照，使2颗心慢慢地接近了。时常有心有灵犀的感觉，时常有很微妙的感情传递，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女孩没来上班，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是没来。吴建民心里既着急又纳闷儿，身体不舒服或者有事儿，他都会打招呼。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天，女孩的一个朋友转告吴建民，希望和他做一个单独的交谈。吴建民马上安排当天的晚上下班以后和女孩见面。等到大门开了以后，他进来以后，他完全和过去是一反常态的，完全不是过去那副表现。他走到我面前，他只是问了我一句：“什么是反革命？”我感觉到很诧异，他怎么会问我这个话呢？可以这样讲，原来在公司里面，所有任何人都不太知道我的政治背景的，因为我公司里面基本上都是年轻人，都比我小，最起码10岁以上，绝大部分人是没有经历过89，对89也一无所知。更何况我是从南京到无锡这个地方来开公司的，无锡了解我的人就不多，我自己过去的政治背景和个人的事情，我从来没给别人说过。因此，当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感觉到很诧异，我就想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我说我瞒着你什么啊？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啊，他当时就完全是扑在我的怀里面就哭起来了。原来就在女孩不来上班的前一天，她下班回家，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父母亲坐在沙发上，很严肃地对她说，要和她做一个认真的谈话。女孩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他们白天在班上分别受到了警察的警告和恐吓。那天他父亲正在上班的时候，他厂里面的保卫科带着几个警察来找了他父亲，把他父亲叫到了保卫科以后，跟他父亲谈了一番话，也就是警察告诉他，你的女儿现在正在跟他的老板谈恋爱，他老板是一个具有反革命身份的人，你们是不是愿意永远再当反革命家属？他父亲当时听到这个话头就大了，为什么？他父亲和他母亲都是狗崽子，都是曾经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后代，都是在他们从小就是因为他们的血统论，因为他们的出生论，他们从小就受到共产党打击和排挤的。可以讲，他们这一生中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太多太多了，因此他们是在诚惶诚恐中长大。他们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共最后文革结束，他们这个右派家庭彻底解套，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曾经被枪毙的这些历史事实，重新给了一个历史确认。也就是他们好不容易从常年的阶级斗争的这个阴影中刚刚走出来，才过上没有个几年的所谓的好的安稳的心理平和的日子。现在又来了一个女儿要嫁反革命了，女儿要变成反革命家属了。警察的逼问对女孩的父母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被共产党打击和迫害的环境中，一提起过去的岁月就心惊胆战。如今这个独生女儿又要和一个反革命谈恋爱，这就是祸从天降啊！他们严厉地逼问女儿，你跟反革命谈恋爱是什么意思？你要嫁一个反革命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家因为政治问题过了多少辛酸恐怖的日子？你还要再一次把我们推进反革命的大坑里去吗？父母要求女孩好好考虑，尽快了断这件事。他们实在是不敢也不愿意再做一次反革命家属。父母的一席话把女孩完全吓傻了，她根本不知道她心中爱慕的这个年轻老板有64的背景，还曾经是个反革命。不过女孩还是实实在在地告诉吴建民，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父母一下子说出了他一直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秘密，生气的是吴建民对他隐瞒了他过去的经历。听了这番话，吴建民才知道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他的严密监控，即使他离开家乡南京，即使他自己创业有了稳定的工作，吴建民明白，中共呢，他是用这种方式，他呢是觉得对你吴建民的控制啊，不光是要对你思想上进行改造，还最好通过你的家庭能够控制到你。当他们公安局对我长期的跟踪，他们了解到我和这个女生之间已经产生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们基本判断这个女生
肯定是爱上了他的老板，他跟他老板一定有恋爱那么回事了，只是他们偷偷摸摸没让别人发现，所以说他们就准备先出击。他们出击找他父母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并不是要把这个婚姻完全摧毁，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女生的父母亲来给我施加压力，来通过他这个家庭来捆绑我，能让我按照他们公安局按照他们所想的那个政治路线去走，而不再有任何所谓反党啊、反社会主义啊，而通过这种家庭因素对我呢能有一个控制。所以说他们去警告对方，实际上他们告诉对方就说，你现在你女儿就是跟一个很危险的反革命在一起，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很可能就是你们家里面要继续当反革命家属。他们第一次找他们父母的谈话，实际上就是给他们父母带来了巨大的一个精神压力。那这个女生跟我见了面以后，当时呢我们在一起呢就做了很长时间的交谈，可以讲奔涌在心里面多长时间的这种情感，这时候全部迸发出来了。所以呢她当时就告诉我，其实呢她很喜欢我，她也很愿意和我两人共同的生活在一起，从各方面来讲她都非常的佩服我。但是呢她没想到我从来没有表达过，她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也真的喜欢她，因为我们两人双方没有表达过，所以她本来就是一种大家对对方的一种爱慕之心，一种悄悄放在心里面的情感。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被公安局知道，而且由公安局来捅破呢？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讲是想不通，对于我来讲，他一讲我基本就明白了，因为我知道中共他是想通过这个方法来控制我，来控制我未来的家庭。他们找到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目的，他最终后来公安局是拖出了他的底牌，也就是告诉他的父母，他就告诉他完全可以，你的女儿可以嫁给他的老板，但是他的老板要必须在你们父母面前约法三章，也就是他从此以后不再从事任何跟政治有关的活动，他做任何事都要对他的太太负责，对你们老人家负责，他做任何事都有你们老人家对他有一个监督，如果他在家里面有什么问题，你们老人家要及时到派出所来汇报。不过警察的介入，父母的逼迫，捅破了吴建民和女孩之间互相爱慕的这层窗户纸，奔涌在他们心中的情感终于迸发出来，终于可以大胆地表白了。女孩问吴建民：“你爱我吗？”吴建民说：“爱。”女孩又问：“你愿意娶我吗？”吴建民更加坚定地回答：“愿意。”由于警方的介入，吴建民和那个女孩终于敞开了互相爱慕的心扉。那天晚上，吴建民也原原本本地告诉女孩自己过去的经历。当年他怎样的一腔热血参加了89民主运动，中共对学生和市民进行血腥屠杀之后，他怎样开始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又怎样被共产党判了10年徒刑，再后来又为什么到无锡来创业。对吴建民所有的经历，女孩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但是横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道坎儿，就是父母和公安局这道坎儿，怎么跨越过去？对这个年轻女孩来说，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人生考验。她3天没有上班，就是在家里反复考虑怎样抉择她的未来。那么当她和吴建民彼此表达了相爱的情感之后，你爱我吗？我说我爱。他说你愿意娶我吗？我说我愿意。他说如果你愿意娶我，你愿意执行公安局给我父母这样的规定吗？我就问他什么规定，然后他就告诉我，公安局告诉他父母，你现在必须要求你这个女婿给你写下保证书，也就是他从此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并且你们父母和他是一个连带捆绑关系，也就是他一旦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全家都会受到的牵连。吴建民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尤其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当天晚上回家之后，吴建民想了很多很多，今后他该怎么做？可不可能还和这个女孩发生一场浪漫的爱情？一面是他心爱的女孩，一位他等待多年又是真心爱着的纯洁女孩，能失去她吗？一面是他的价值观，一个他为之奋斗10几年，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的理想追求，怎么办？怎么选择？第2天，他们约定在一个茶室见面。女孩满面春风，获得了爱情的姑娘心里装着满满的幸福和憧憬。其实昨天晚上女孩回家后
一直为他担心的父母和他做了一个彻夜的长谈。父母的要求是，最好不要再和你的老板有任何来往，马上断绝这个关系。如果你自己一意孤行，认定了吴建民，那退而求其次，吴建民必须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任何时候不能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天真单纯的女孩自己认为她完全有把握说服吴建民，为了爱情，为了他，吴建民一定会写这个保证书。但是女孩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当女孩按照父母的要求提出这个要求后，吴建民在心里问自己，我会不会因为要爱这个女孩，因为要这个爱情，就放弃这10几年的政治理想？内心的回答是做不到。写保证书，建民不能做；昧着良心去欺骗女孩和她的父母，建民更不能做。但他想，在不写保证书的前提下，可以尽量的不给女孩和她的父母添什么麻烦。吴建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孩，但是女孩不同意，因为只有白纸黑字的保证书才能让她的父母放心。他们互相表白后的第一次见面，吴建民让女孩失望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确定恋爱关系之后的继续交往。双方有一个共识，先谈恋爱吧，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吧，等感情深厚了之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恋爱的时光非常美好，无锡太湖边的博公岛、渔父岛、10里方径的花前月下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吴建民也经常陪着女孩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观看各种演唱会。让吴建民倾心的这个女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院，兰心蕙质，温文尔雅，端庄大方，才貌双全，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写一笔清秀漂亮的字，会下国际象棋，曾经拿到江苏省少年组的冠军。吴建民工作忙，女孩对他工作生活上的照顾细致周到，一杯热茶，一份热好的饭菜，一条已经打好的领带，总是适时地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女孩对吴建民倾心的依赖，她感谢命运的安排，在她的生命中能遇到这样一个优秀的男子汉。吴建民也是把女孩当作手中的宝物，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满心期待着这支爱情之花能够结出幸福的果实。那个让人头大的保证书暂时地被搁置在一边。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听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演唱会。当吴建民听到《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时，忍不住心潮澎湃。这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他想起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光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看出了我的情绪波动，所以当时他就问了我一句：我们的爱会成为往事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我只能跟他讲，我很爱你，我很珍惜你。所以说他对我们之间的爱情是非常非常憧憬的。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计算了日子，他选定了一个良辰吉日，希望我们在那个日子能够登记结婚。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时间是什么？时间是1999年9月19号。我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要选这个日子啊？他说，你看1999、919那么多九，长长久久，这是一个多么巧的人生才会碰到一个有那么多酒的日子呢？如果下一个这么多酒再出现的时候，要1000年了。他说，我可不愿意你到那个时候再来娶我，让我1000年等一回，因为那时候我会老的，会不好看的，你会不喜欢我的。1999、919，多么美好的数字，多么让人憧憬的日子，多么让人憧憬的未来。那段时间，吴建民和女孩度过了幸福甜蜜的日子。女孩讲的每句话，直到今天还能浮现在吴建民的脑海之中。有的时候让吴建民纠结得不得了，女孩对他那么好，爱得那么深，只是希望他写一个保证书，能通过他父母这一关。女孩的要求过分吗？不过分。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女孩的想法是，你当年的所谓政治活动早就结束了，坐牢也坐了7年，现在的企业发展得这么快，做得这么好，事业、爱情顺风顺水，一切的不愉快，一切的痛苦早就成为过去，我们有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可是那个保证书呢？那个威胁着两人的关系，好似悬在两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保证书，时不时就会触碰到他们最敏感的地方。女孩也劝过吴建民，就糊弄一下父母吧，等结婚有了孩子之后，你要是没做到保证书里写的那样，我爸我妈也没有办法，你就给他们写一个吧。女孩用几乎哀求的口吻跟吴建民说，对很多人来讲可以轻易地写一个保证书，可是对吴建民来说实在是难。他平生没有违心地写过一个字的投降书，没有违心地写过一个字的保证书。现在因为这个爱情，未来的家庭，他就应该放弃他的原则吗？如果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写保证书，吴建民他绝对会良心不安的。但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是要面对。有一天，女孩带着十分凝重的表情跟他做了一次长谈。一向温柔的女孩这一次发脾气了。他发脾气，他就跟我讲，你为什么就不能放弃呢？你那个理想有多么重要呢？再说在这个国家里面，你想实现你的理想有可能吗？你为什么不能为我想想，为我的家庭想想，为我们的将来想想呢？他讲了很多很多啊，他讲的话真的让我感觉到相当的感动啊！但是我当时真的下不了决心，能够去答应去骗他。他就跟我讲哦，哪怕你就写这个保证书，将来我们结了婚，将来有了孩子，将来家庭什么都有了，完了以后你就是没做到的话，我爸我妈也没办法哇，你就给他们写一个吧。我当时真的是没办法写出这个保证书，我觉得我不能骗他，我更不能骗他的父母。面对几乎是哀求的女孩，吴建民跟她讲了很多很多，他的理想，他的追求，讲了他在监狱里受到的折磨。共产党6·4开疆之后，全中国陷入红色恐怖之中，吴建民马上被通缉并被逮捕。后来他所在学校领导为他取保候审。之后，他和其他一些参加6·4学运的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民主前线的政治组织，吴建民担任主席。1990年的夏天，就是中共6·4大屠杀1年之后，中国民主前线刚刚出版了第1期杂志，公安局就抓捕了他。在看守所，在监狱里，吴建民见识了共产党的酷刑。有一次，一个因所谓的叛国投敌被判死刑的政治犯越狱后被抓了回来，警察把吴建民带了出去，说让他去观刑，就是观看这名犯人是怎样被用刑的。吴建民被带到了看守所篮球场上方的岗楼上，他看到在篮球场的中心圆圈周围放置着6个篮球架子，架子上绑着6条凶恶的狼狗，这些狼狗正狂吠着扑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瘫倒在圆圈中间的那个死刑犯人。等到狼狗扑到连口水都能溅到犯人脸上的时候，狼狗又被狗链子拽了回去。一个警察在吴建民耳边阴阴地说，狗链子可不是那么结实的，链子要是断了，人就被咬死了。接着他用眼睛瞄着吴建民，冷冷地说，下一个就是你。这个阴冷的声音和那个恐怖的画面让吴建民终生难忘。1994年的中秋节，在监狱食堂排队吃饭的时候，一个警察以吴建民答到的声音不够响亮为由大打出手，警察挥舞着警棍打他，吴建民用手抵挡，这下子激怒了在场的其他几个警察，他们上来一起把吴建民架到了办公室里。监狱的教导员要求吴建民向那个打他的警察赔礼道歉，而且必须对着墙壁大声地喊道，要一直喊到喊不出声来为止。
至少要喊100次、1000次。这无理的要求被吴建民拒绝，于是几个警察每个人手里拿着1到2个电棍，对着吴建民暴打。教导员恶狠狠地说：“吴建民，你今天要不给我写书面保证，今天我们这个中秋节都不过了。”当时吴建民就是下定决心，一个字也不会写这个保证书。后来电棍快没电了的时候，监狱的副教导员借机把几个警察拉开了，他们还要去参加中秋节的会餐。这场暴打算是停了下来。经过这样的恐吓和折磨，吴建民都没有写下一个字的什么保证书。今天面对着他心爱的女孩，吴建民的表情更加凝重。他告诉女孩，这时候他告诉我，他所有的问题就等待我这一句话：我愿不愿意去娶她？我娶她是不是应该能放下一切？他给了我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期待。问题是我当然愿意娶她，问题是娶她我要放下一切，我放下的这个一切是包含我建民曾经付出过的10几年的政治生命。这个政治生命，你觉得我放得下吗？我建民是为什么而奋斗的？我为什么而坐牢的？所以我觉得我应当说服得了他，而不是应当让他来说服得了我。因此我跟他讲了很多我自己的过去，讲了我自己的追求，讲了我自己在牢狱中生活中我的几千天是怎么过来的，告诉他我自己受到无数的精神折磨，无数的肉体折磨时候，我始终挺着这个信念，能让我坚持到今天。我到今天的目的，我不是为了我只要有一段爱情，我只要能赚到钱，我只要能过上出人头地的生活，他就满足了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目标不是这个啊。吴建民还说，我不希望失去我们美好的爱情，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也愿意娶你，但是我不能为了爱情放弃自己付出了10几年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吴建民也知道，这个保证书一旦写了，100%会落到公安局的手里，这就会变成公安局要挟他的工具。他对女孩说，我们为什么要被共产党来控制呢？我们如果相亲相爱，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仍然能够追求我的理想。你为什么偏要我做这种虚假的承诺呢？为什么不能让你的父母放弃这个保证书呢？女孩说，那不可能，因为他本分、老实、胆小的爸爸这些年来已经被中共吓破了胆，一听到公安局找他，吓得魂都不在身上。女孩为了父母能有一个安定的晚年，最后还是痛苦地离开了吴建民。回忆这段令人心碎又永生难忘的爱情故事，吴建民感到痛苦和惋惜，但他不后悔。如果今天让他重新选择，他还是会这样做的。吴建民说，是共产党毁灭了他的爱情。中共是个邪恶的政党，只要你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不仅要夺取你的自由，他也要夺走你的爱情，他就要把美丽摧毁给你看，他要你亲眼见证这个摧毁你美丽的过程，中共他才有一种快感。其实很多人想不到，这样一个坚定的反共意识竟然是一个正宗的红二代。吴建民的父亲是中共第2野战军的老战士，第2军医大学毕业的老军医，80年代正师级离休干部。但是父亲又是一个清醒的、明白事理的人。儿子被关进监狱之后，老父亲不坐公车，和母亲每个月风雨无阻地转2趟长途汽车来看他。有一次父亲来看吴建民，他摸着儿子的脸问，孩子，他们打你了吗？吴建民说，没有。父亲说，爸爸是当医生的，爸爸能看不出来吗？孩子，爸爸多么愿意替你。听到这儿，吴建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1997年吴建民出狱的那天，爸爸在家门前大院的树下等着他。
吴建民来到爸爸跟前，说：“爸，我回来了。”父亲上上下下打量着儿子，然后拉起儿子的手说：“孩子，把胸膛挺起来，咱们回家。”2009年，父亲病危的时候，吴建民赶到病房，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他的手，跟他说了最后的一句话：“建民，爸爸看不到那一天了。”爸爸说的那一天，是迫害他儿子几十年的中共倒台的那一天，是他儿子奋斗终身的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好人终有好报，后来吴建民又遇到一位漂亮而且是志同道合的女孩，他们结婚后又生了一对龙凤胎的儿女。2015年，吴建民一位要好的朋友告诉他，最好尽快地离开中国。为什么呢？这位朋友在中央机关的一个要害部门工作，他看到了吴建民的名字已经上了公安机关的黑名单。朋友告诉他，你必须走，否则难逃魔掌，随时随地会有被抓捕的危险。如果这次再被抓进去，很难再出来。无奈之下，吴建民选择流亡海外。临走那天是大年30，吴建民和80多岁的老母亲告别。我选择走的那一天是大年30，大年30的上午，我就赶到我妈那，跟我妈在一起吃年夜饭。我把我儿子女儿全带过去了，然后吃过饭以后，我才把我自己今天要走的想法告诉了我妈。我告诉我妈，我必须到海外去了。我妈当时听了以后，我妈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因为我妈再也没想到儿子已经年过半百了，却要带全家流亡了。但是我把这个利害关系跟我妈讲了以后，我妈是深明大义的。我妈就说：“儿子，妈理解，妈知道你必须要走，你留下来以后会有更大的痛苦。”我当时看到我妈讲这个话以后，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跪在地下给我妈磕了3个响头。我就跟我妈讲：“妈，儿子走了，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活着，我一定有生之年会见到你的。”所以我就给我妈磕完了3个响头以后，带着我的儿女，带着我的太太，就这样踏上了我的美国流亡之路。好了，听众朋友，吴建民的爱情故事全部讲完了，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